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许我要演3天破2.8万热度，赵露思却被黑粉疯狂吐槽，这剧真有那么糟糕吗？在2025年的国剧市场里，流量与口碑的对抗已经成为常态。赵露思的新剧《许我要演》就是最新的例证，一边是开播3天热度飙升至2.8万。云和首日市占率高达12.7%，另一边却是评论区的群嘲，从演技僵硬、模仿痕迹重，到造型像网红走秀，几乎被网友挂上了热搜黑榜。那么，许我要演到底是真的不堪，还是赵露思再一次遭遇了流量明星的魔咒？不得不承认，许我要演空降后的数据，放在任何一部新剧身上都算亮眼。开播2小时热度直冲22000，各类限定词在社交平台上层出不穷。赵露思虽早已淡出微博，但她的粉丝依旧战斗力满满，堪称第一功臣。除了粉丝 ，IP 效应同样不可小觑。许我要演改编自与乔妍的心事同一作者的小说。要知道，当年乔妍的心事可是有赵丽颖和辛芷蕾这样的演员撑场，观众对这一系列作品天然抱有期待。只是赵露思主演的这一版明显走了更爽剧化的路线，开篇就让女主扛起心机捞女的标签，直接喊出台词：“好女人的名声，坏女人的一切。”这句宣言式的对白，短视频时代的确够吸睛。但同时也给后续表演和剧情设定挖下了不小的坑。赵露思这次尝试的是一个聪明、腹黑的职场恶女，设定上原本很有挑战，但观众普遍认为她并没有撑起人物的复杂性，尤其是和温峥嵘的对手戏，差距一目了然。温峥嵘的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，就能让角色的权谋感扑面而来。赵露思却被形容为像被拎去家长会的小学生，这种气场差，让本该精彩的对峙戏份变成了实力碾压。有个场景更是成为网友群嘲的经典，他戴着无框眼镜在办公室里奋笔疾书，试图营造知性气质，结果被吐槽拍照挺纯欲，干活像戴老花镜。原本的高质感演绎，最后成了用力过猛的表演痕迹。演员的造型本应服务于角色，但赵露思在《许我要演》里几乎把片场变成了秀场。剧中她一共换了20多套服装，每一套都可以找到同款品牌认领，连发色和妆容都被拿来讨论。问题在于，这种造型不但没有强化人物设定，反而让观众出戏。财经主播、金融高管在现实中往往是简约干练的装束，而他顶着厚刘海卷发，网红妆容出场，被嘲像是直播带货网红误闯写字楼。更尴尬的是，女配们反倒靠自然脸和演技赢得好感。王一瑶、万鹏的表演虽不夸张，却让人感受到真实职场的烟火气。对比之下，赵露思的镜头更像在拍硬照，难怪有人调侃。追完8集，记住的只有她的衣服，剧情一个细节都回忆不起来。赵露思的职业路径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。一方面，她是新生代小花中最能打的流量之一，资源不断，话题不断；另一方面，她似乎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越来越偏离。从退出微博到在综艺《小小的勇气》中与山区孩子谈心理困境，他常被批评表演型人格上头，这种在公众场合的形象摇摆，难免影响观众对他在剧中表演的接受度。在《许我要演》里，他本可以通过造假身份嫁豪门的设定，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欲望，但他却停留在恶女的标签表层，没有演出角色的挣扎与野心。相比之下，陈伟霆饰演的霸总虽同样脸谱化，但他在温柔猎手的处理上多少还留有细腻之处，哪怕剧情删减后 CP 感不足，也让人物多了点耐看。
除了演员问题，许我要演剧情本身也难逃质疑。首集短短23分钟里，就出现了7次摔倒、4次泼咖啡、2次强行肢体接触。观众直呼：2025年了，还在用2005年的狗血桥段。女主的人设虽然打着反套路的旗号，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恶女被霸总拯救的老路子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剧集在数据上飙升，却始终没能赢得口碑。观众追爽剧图一时快感，但当剧情没有真正创新时，讨论往往会迅速转为负面。许我要演的遭遇，折射出当下国产剧的一个普遍困境：流量明星撑得起开局热度，却撑不住长线口碑。春节档的案例已经很典型，射雕在流量加持下依然票房惨淡，而哪吒凭借内容实力逆袭，赢得口碑和市场双丰收。观众已经不再盲目买账，粉丝刷数据能带来一时繁荣，但无法支撑作品走得更远。政策层面也在不断强调去病态审美。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出台指南，要求艺人不要过度依赖外貌滤镜，而要靠作品证明自己。这对像赵露思这样处在转型关键期的演员来说，是一种倒逼。当赵露思的演技、造型在热搜上 battle 时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：观众究竟在期待什么？有人想要爽剧的短暂快感，有人期待演员的长久生命力。前者容易制造爆点，后者却决定一个演员的高度。赵露思究竟想成为哪一种？事实上，她并非没有转型机会，她的灵动、亲和感是天然优势。如果能在剧本选择和角色打磨上更谨慎，完全可以走向更广阔的戏路。但若继续沉迷于外形和人设的表面文章，最终只会在流量潮水退去后显得捉襟见肘。真正的耀眼，不是模仿谁的影子，也不是靠换几套华服撑场，而是敢于脱掉滤镜，展现演员最真实的力量。许我要演并不算一部完全失败的作品，它有节奏快、画面感强的优点，也让恶女题材再次回到观众视野。但在表演和剧情的双重缺口下，它难以真正走向精品序列。对于赵露思而言，这部剧更像一面镜子，既照出了她的粉丝号召力，也暴露了她在表演道路上的短板。未来她是继续做短期耀眼的流量明星，还是转型为长期闪光的实力演员？答案可能不会在一部剧里立刻揭晓，但许我要演至少已经敲响了警钟。因为观众越来越清楚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不是数据，不是滤镜，而是作品与演技。